想象一个洒满水的浴缸，但里面没有泡沫和玩具，只有鲜血。想象2个本应在嬉笑打闹的孩子，却双眼圆睁，静静地躺着，身上布满刀伤。这不是恐怖电影的开场，而是2012年10月25日发生在曼哈顿一个温馨公寓里的真实惨案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小，欢迎来到24探案。2012年10月25日，纽约曼哈顿上西区57号西75街的一栋10层公寓楼内，居住着克林姆一家。这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父母凯文和玛丽娜带着他们的3个孩子，6岁的露西亚、3岁的内西和2岁的利奥，过着充实的生活。这栋公寓楼距离中央公园仅1个街区，地理位置优越，生活环境舒适。凯文·克林姆时年37岁，是 CNBC 数字部门的高级副总裁，经常因工作需要出差。玛丽娜36岁，曾经是一名幼儿园教师，拥有美术学士学位和教育学硕士学位。在成为母亲后，她选择辞去全职工作，成为一名全职妈妈，同时经营着一个名为《与小克林姆孩子们的生活》的博客，记录孩子们的生活点滴。她在博客中分享了孩子们的成长趣事，比如利奥2岁生日时，她写道：每天送完2个女孩上学后，我能和利奥独处3个小时，这是我一天中最珍贵的时光。我爱这个男孩。露西亚是一个活泼、富有创造力的女孩，喜欢艺术和芭蕾舞课。她在博客中常被描述为充满活力、笑容灿烂。利奥2岁的小男孩，活泼可爱，是家里的小宝贝。内西3岁，是个聪明的小女孩，喜欢游泳课。克林姆一家从加州旧金山搬到纽约后，为了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，决定雇佣一名保姆来帮忙照顾孩子。2010年，玛丽娜在露西亚的芭蕾舞课上认识了西利亚，一名保姆。西利亚提到她的姐姐约瑟琳·奥尔特加正在找工作，推荐她给克林姆一家。玛丽娜和凯文在核查了约瑟琳的推荐信后，决定雇佣她。约瑟琳时年50岁，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，是一名美国规划公民，住在曼哈顿哈林区的河滨大道，与姐姐、侄女和17岁的儿子赫苏斯同住。她被雇佣为克林姆家的兼职保姆，负责照顾3个孩子，每小时薪资18美元。表面上看，约瑟琳与克林姆一家关系融洽，孩子们亲切地称她为 Josie。2012年2月，克林姆一家甚至与约瑟琳一起前往多米尼加共和国，住在她姐姐家中，度过了愉快的9天假期。玛丽娜在博客中写道：多米尼加共和国是一个美妙的国家，约瑟琳的家人非常热情。然而，这份看似和谐的信任关系，在2012年10月25日被彻底打破。2012年10月25日下午，玛丽娜带着3岁的内西去附近的 YMCA 参加游泳课，而6岁的露西亚和2岁的利奥则由约瑟琳照看。计划是玛丽娜会在露西亚的芭蕾舞课上与约瑟琳和孩子们会合，但当她到达舞蹈教室时，却发现约瑟琳和孩子们并未出现。她尝试拨打约瑟琳的电话，但无人接听，短信也未得到回复。担忧逐渐升起，玛丽娜带着内西匆匆赶回位于57号西75街的家中。大约下午5点35分，玛丽娜带着内西进入公寓，却发现屋内异常安静，灯光全暗。她以为家中无人，便下楼询问门卫格伦·卢迪。门卫告诉她，约瑟琳带着露西亚和利奥大约在下午3点30分回到公寓，并问过她妈妈在楼上吗？得到否定的答复后，他们上了楼。玛丽娜带着内西再次返回公寓，开始逐个房间寻找。当她走到浴室门前，看到门缝透出一丝微光。她推开门，眼前的一幕让她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。浴缸里满是鲜血，6岁的露西亚和2岁的利奥一动不动地躺在里面，双眼圆睁，身上布满刀伤。露西亚被刺了30多刀，包括防御性伤口，显示她曾拼命反抗。利奥被刺了5刀，伤口集中在颈部和身体。约瑟琳躺在浴室地板上，手持一把厨房刀，鲜血淋漓。看到玛丽娜进来，她情绪极度失控，用刀划伤手腕，随后将刀对准自己的脖颈，多次下手。玛丽娜紧紧抱住内西，冲出公寓，尖叫着：“我的孩子死了！”她甚至撞向大理石柱，试图从这场噩梦中醒来。楼里的邻居夏洛特回忆，
他在电梯里听到原始的尖叫，像是纯粹的恐惧。另一位邻居雷马斯塔听到有人喊你割了他的喉咙，感到毛骨悚然。门卫格伦立即拨打911，急救人员和警察迅速赶到。玛丽娜和内西被护送出大楼，头上盖着白布以避开媒体镜头。露西亚和利奥被放在同一副担架上抬出，伤口之严重让急救人员一度以为他们被斩首。两人被送往圣卢克罗斯福医院中心，但不幸的是，均被宣布死亡。约瑟琳因自残伤势严重，被送往纽约长老会医院接受紧急手术。他割伤了部分颈动脉和甲状腺，并有椎骨骨折，医生将他置于医学诱导昏迷状态。他在医院床上被铐住，警方对其展开初步调查。警方迅速将此案定性为双重谋杀案，约瑟琳·奥尔特加成为首要嫌疑人。案发现场令人震惊，浴室地板和墙壁上布满血迹，2把带血的刀具分别在走廊和浴室水槽中被发现。调查人员注意到，约瑟琳在案发前将手机留在家中，并在公寓门把手上挂了一些重要文件，像是提前整理事务，显示他可能有预谋。在医院，约瑟琳苏醒后因喉咙受伤无法说话，通过书写和指向字母板与警方沟通。他声称自己与玛丽娜关系恶化，案发前一天曾因玛丽娜无视他的道别而愤怒。他还抱怨玛丽娜要求他每周额外做5小时家务以换取$100的报酬，认为这让他沦为清洁工。他向侦探展示手指上的化学清洁剂灼伤痕迹，表达对工作的不满。然而，调查显示，玛丽娜特意为约瑟琳购买了有机清洁剂，以保护她敏感的皮肤。警方深入调查约瑟琳的背景。她出生于多米尼加共和国圣地亚哥德洛斯卡瓦列罗斯，2002年成为美国规划公民。案发时，她与姐姐、侄女和17岁的儿子赫苏斯住在哈林区。他于2012年6月将赫苏斯从多米尼加共和国接到纽约，计划让他就读私立天主教学校，但高昂的学费加剧了他的经济压力。他曾与赫苏斯的父亲在2001年分手，关系平稳。他的前任对案件表示震惊，称不知他内心有何恶魔。约瑟琳的邻居和家人注意到他在案发前数月行为异常，他显得消瘦、不安、紧张，经常出售物品以赚取额外收入。他的侄女称他最近有些不对劲，但无法想象他会犯下如此罪行。案发前几天，约瑟琳曾请朋友带他去看心理医生，讨论了焦虑、压力和作为母亲的失败感，但医生托马斯·卡弗里表示，他没有表现出伤害自己或他人的倾向。这是他30年来首次接触心理健康专业人士。调查发现，约瑟琳的推荐信存在问题。他提供的一份推荐信来自他的侄女，谎称他曾为一个不存在的孩子做过2年保姆。这表明克林姆一家在雇佣他时被欺骗。警方还发现，约瑟琳在案发当天特意询问门卫玛丽娜是否在家，确保作案时不被打扰。他从厨房拿了2把刀，将孩子们带到浴室实施犯罪，显示出明显的计划性。约瑟琳声称案发时听到魔鬼的声音，感到身体被魔鬼侵入，但这一说法缺乏可信的证据支持。他的儿子赫苏斯作证称，案发当天早上他显得悲伤，但送他上学时表现正常。他还提到当晚接到一通来自母亲手机的奇怪电话，听到一个男生说我需要帮助，随后电话被挂断，线路也被切断。这进一步暗示约瑟琳可能有预谋。2012年11月，约瑟琳被控2项1级谋杀罪和2项2级谋杀罪，他以精神失常为由申请无罪。接下来的5年，他在纽约市精神病院的监狱病房内接受了约90次庭审前的听证会。2016年4月，一名辩护方聘请的心理学家证词，称约瑟琳曾表示身体被魔鬼侵入，不知道自己为何被铐在医院床上。检方则坚决反驳，称约瑟琳的行为显示出明确的计划性和意图。他在案发前确认玛丽娜不在家，带走手机并整理文件，表明他清楚自己的行为后果。助理检察官考特尼格罗夫在开庭陈述中指出，约瑟琳因对玛丽娜的怨恨而行凶，可能嫉妒玛丽娜的家庭生活和经济状况。他在浴室内用刀对孩子们实施致命攻击，为防止呼救，还对他们的喉部造成致命伤。
露西亚身上留下30多处伤痕，显示她曾奋力抵抗。凯文的证词同样感人肺腑，他描述在医院告别孩子们的场景，他们躺在病床上，盖着床单，皮肤苍白但依然完美。我跪下来亲吻他们，说再见。陪审团成员在听证过程中泪流满面，一名陪审员因无法保持公正而退出。2018年4月18日，经过2天审议，陪审团一致裁定约瑟琳犯有2项1级谋杀罪和2项2级谋杀罪，驳回了他的精神失常辩护。陪审团表示，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，但证据清楚地显示约瑟琳的行为是有意且有计划的。2018年5月14日，量刑听证会召开。凯文称约瑟琳为邪恶且危险的自恋者，请求法官确保他永远无法离开监狱。玛丽娜则说，露西亚和利奥是强大的力量，他们将永远指引我们前行。约瑟琳通过翻译用西班牙语表示歉意，称我的生活掌握在上帝手中，但他的发言被认为缺乏真诚悔意。法官卡罗称约瑟琳的行为是纯粹的邪恶，判处他终身监禁，不得假释。他还批评约瑟琳的家人未能帮助他寻求心理治疗，并隐瞒了他的状况。案件发生后，克林姆一家展现了惊人的韧性。他们创立了露西亚与利奥基金会，一个为弱势儿童提供创意教育项目的非营利组织。2014年，该基金会为2300名儿童提供了服务。2013年10月，他们迎来了第4个孩子菲利克斯，随后又有了第5个孩子莱拉斯。玛丽娜在社交媒体上写道，每个新生命都让我们感到与露西亚和利奥更紧密的联系。2018年6月，纽约州通过了露西亚与利奥法案，这是美国首部将虚假提供儿童看护者资质定为犯罪的法律。凯文表示，我们因一连串谎言雇佣了谋杀我们孩子的女人。这部法律将震慑类似欺骗行为。该法案由州长安德鲁·科莫于8月签署生效。这起案件让我们看到人性的两面，约瑟琳的冷酷无情，以及克林姆一家的坚强与大爱。露西亚和利奥的生命虽然短暂，但他们的光芒通过家人的努力得以延续。希望他们的故事能提醒我们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，同时关注那些可能隐藏在平静表面下的危机。如果你对这起案件有任何想法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。感谢收看本期节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